咸鱼之王这个名字想必大伙都听说过吧？只要你有上过网、看过漫画、小说、刷过微信朋友圈，都一定听说过这款游戏的鼎鼎大名。从最一开始2条道弱智加减法，到后面的什么这游戏还没有我放个屁大，再到后来的什么一觉醒来我的咸鱼就干到400多关，多少个宝箱可以开，再到现在的跟你解释广告点击为啥是个挂机贩子游戏，要玩那种脑残小游戏要去设置里玩。这几年大伙都饱受了咸鱼之王广告的摧残，而今天我作为游戏界的品鉴员，就来好好品鉴一番咸鱼之王这款广告界的顶流吧！咸鱼之王启动。OK， 这就是游戏画面了嘛，划分见仁见智吧。你别说，我还挺喜欢的。点屏幕射火就打鱼，剧情讲述的主人公阿威有那个逼妄想症，最近喜欢看三国，所以自己出完你的鱼就开始变成三国的鱼了。我们要把这些鱼做成鱼罐头，这样打完小 boss， 咱们就可以开广告里总念到的宝箱了。哦，许褚不认识，没怎么看过三国。反正咱们可以开宝箱，拿武将上场帮我们过关，同时自己也可以点屏幕加速过关。那咱们先挂着，先去把什么礼包码全兑换了先。OK， 把东西全兑换完了，直播间的观众有好多玩过这游戏的，给他经典指指点点。先让我和观众捣鼓捣鼓这游戏到底咋玩。捣鼓了1个多小时啊！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挺好玩的还。就这游戏，我觉得最好玩的一点是，你能非常快的看到成长反馈，战斗的提升不单单是个数字，你能很清楚的看到你真的有在提升。比如说爬塔爬到某某关你打不过了，你马上去把宝箱一开，武将一升级强化就能继续爬塔，爬完塔就能10连抽，10连抽就能再升级武将，升级武将到一定数量就能拿奖励，再开宝箱和10连抽，10连抽抽多了还能再拿个10连抽宝箱，宝箱开多了还能再拿宝箱开，就这样一环扣一环，你一直在拿奖励，一直在开宝箱升级自己的武将。就咸鱼之王这游戏，我第一天玩下去要玩差不多5个小时左右才会卡，然后你睡一觉醒来又能开几百个宝箱，反正前期玩的很爽啊。就这游戏连广告都不用看，你只要用电脑打开咸鱼之王，你可以直接不看广告拿奖励。而且还有一点我也很喜欢，就是这游戏你可以不用思考升级哪个武将才最好，资源可以不用握那么紧，甚至可以不用握着，因为换武将不会有任何的损失，你可以无损换将上去打。前期你可以把资源全用了，完事后面抽到吕布啊什么诸葛亮啊直接换上去就好了，等级和装备强化就会全部继承。说实话，我一下就迷上了这款游戏，就我做视频的时候会把它挂在旁边，闲着没事就打开收个菜，这样就是很休闲啊玩的。所以我没有像之前特别其他广告游戏一样就玩个几个小时就不玩了，因为玩不下去或者卡住要充钱，我接着玩咸鱼之王了，玩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来做个总结，别玩真鸡掰，别浪费时间去玩，你妈卡中卡。为什么呢？就这游戏不是你挂在那里它会自动打嘛，自己过关，然后你等一段时间去收菜，对吧？但你总会有打不过的时候，就最经典的就是这个该死的华佗关。所有人，是的，所有玩咸鱼之王的人都卡在这个华佗关。我现在卡在2000多关的华佗，你卡在这关就直接连菜都不用收了，因为你打怪爆的金币只会在通关的时候一口气给你，所以你打不过就没有金币拿，宝箱也是只有在通关了才会爆一个给你。这游戏又没有回溯关卡功能，你不能回到第一关再打一遍拿一大堆宝箱开，它会自动给你无限轮回，无限卡在这一关。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上线签到做做日常，然后拿文水奖励，但那文水奖励真的很少，要在3分20秒之内击败的逼华佗可以说是不可能，他一口奶血就满了。你换别的伤害高的将上去打，你会因为自己没有奶被华佗的伤害灌死。卡了1天之后，我直接加了个都是大佬的咸鱼群，我虚心请教他们该怎么不卡，你猜人家怎么说？就那群主是充了好几10万的大佬，每个服务器刚刚开他都要玩，都要冲榜到前几名甚至第1名的那种。他就问我要玩多久这游戏，我说差不多可能会玩个几个月，也许就腻了。他直接说了，那就别玩，浪费时间，因为你无论充不充钱，你都会卡在其中一个华佗关，不充钱就是卡在差不多我这块会卡很久，要么几星期，要么几个月。你充了钱还不能只是单纯的首充6元，那首充6元的奖励跟你玩1天能拿到的差不多，你要充就充个几百几千，然后把这卡住的华佗关过了，继续卡在下一个华佗那边，就是让你选，要么你卡在2000关的华佗，要么是充了钱卡在3000关的，再或者你就像他那样一卡就充钱，充到不卡为止。那群里的大佬几乎一半都卡在8210的华佗关，另一半的6、7千多关左右磨着。对他们来说，咸鱼之王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就每天必须上线玩，然后一关卡半年。是的，半年。他直接跟我说了，你玩到后面每天上线去拿关机奖励，每个活动都参加，每个任务都去做，差不多玩个半年就能不卡关，然后过差不多1天2天又开始卡。所以群里的所有人都跟我说，你没有想1年365天每天都上线玩的话，你不如不玩，因为你玩了和没玩是没有区别的。那你说他们除了上线拿离线奖励外还有啥可玩的呢？没错，很多观众都应该猜到了吧，
经典排行榜就是冲榜，去新区冲榜，看谁砸的钱和时间多。还有就是去占人家的家，把人家抓起来当贤臣，贤臣每次领离线奖励都要上供给贤主。那我早就给抓起来当奴才了，我也抓了5个人当奴才。之前抓我的人战斗力跟我差不多，我还会稍微干一点，把战力提上去反抗一下。现在抓我的人战斗力是我的4倍，我反抗都懒得反了，只能给人家狠狠抓，离线奖励给他狠狠分。还有就是你可以去上连冠，然后祈祷没人跟你抢，再过几个小时上线领连冠的朋友退奖励。但这都是杯水车薪，毕竟你没有宝箱可以开了，你只能去黑市买宝箱去开。如果你不是氪佬的话，你压根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黑市买东西。就算是周活的黑市中，你的钱就那么多，不充钱就是卡。不过硬要说的话，你如果真的打算1年365天，天天有着仙境雅之王、仙灵之王，那的确这游戏是可以玩的，比起其他广告游戏来说是挺好玩的。但如果你也是像我这样一时兴起突然想玩了，就别玩吧，玩了跟没有玩一样，浪费时间，还不如你去刷刷视频来的舒服。如果要我给这游戏排个名的话，它的确能登上我排行榜的，值得一玩的。如果说仙域之王有回到第1关重新挂机、重新打的功能的话，它绝对能上必须要玩的宝座，只可惜没有。顺便之前一直有人问这个荒岛之王的吐槽视频是哪期，就这期。顺便这游戏叫荒岛斗王，我记错名字了哈。这个排行榜也有点简陋了，游戏多了快装不下了。过几期我改一下吧，把排行榜改得好看一点。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关注我，持续更新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林虎，我们下期见。叫我大掌柜，这个游戏想必大伙应该并不陌生，就算没有听过它的鼎鼎大名，也应该看过它的经典广告。它的广告通常有2种，一种是3D 的，一种是2D 的。3D 的通常是帮一对母女取暖，然后脑血栓发作化身害人精，直接把人给冻死了。2D 的通常是做生意，然后什么大雪纷飞，你决定投资什么东西，结果投资失败破产了，还跑去找富家小姐求婚，富家小姐就一句长得丑，想的都挺美，然后你就人生失败，问你下次要转身当什么职业。这几个广告我看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其中的细节可能会变，但大致都差不多，换汤不换药。很多人都私信还有评论叫我去玩一下这个叫我大掌柜，然后让我好好品鉴一番。那行，我也恭敬不如从命，直接来玩吧。那这游戏以前好像是需要下载的，现在变成微信小程序了，不需要下载直接可以玩。虽然一搜出了好多个叫我大掌柜，但这第1个应该是游戏本体了，因为这写着使用过。以前有不小心点到广告跳转过，打开游戏公告，我这还没读公告呢，怎么就给我跳到选人界面了？算了，一共5种身份可以选，这5种身份都会影响到后续游戏的发展。像是说这个书生，他能在交易时把价格打低的几率提高，这个妹子算量特别厉害，每天结束营业的时候会多给10%的钱，这个带到了可以吸引更多有志人士加入到店铺。你觉得这勾八可能吗？他喵的都是我瞎编的，这5个身份就是个逼头像，进入游戏之后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在期待着什么？老老实实花钱去 Steam 找一个经商游戏玩吧。OK， 咱们随便选一个稍微帅一点的进游戏，就叫永不破产好啦。进入游戏后让我们选择个初始事件，这个事件的选择也会影响到后续的发展，才怪。这其实跟之前我玩的所有广告游戏一样，初始的事件和后续的发展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为了迎合点广告进游戏的玩家才做的。在这个初始事件里，你可以玩到所有叫我大掌柜的广告内容。顺便这个选身份也不是完全的没区别，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线，只是这个故事线只有1分钟左右，就是你开局会讲不一样的话，遇到不一样的人，就这样。比如说我这个带刀的身份一开始是为了父老乡亲才从离散站离职去金山的，你选这个女的就是被弟弟赶出家门，落魄街头被帅气路人男救助后去金山。反正就是前5个台词不一样，后面都一样就是了。但这个剧情我也是没怎么看懂啊，就是父老乡亲们粮食卖不出去，觉得与其烂在地里，不如把粮食都砸了。我是没看懂的，这古代粮食还能卖不出去的？卖不出去你降价呗，再不济送人呗。然后我作为一个捕快，啥也不懂就跑去金山了。但问题是，我这金山开的是钱庄和医馆、客栈啥的，和你这粮食有勾八关系呀？游戏的主要玩法就是点这个按钮，游戏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故事线，也没有什么分支或者任务啥的，就是你点他要你点的，然后你看到小红点就去削它。我玩了半个小时，我还是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我的目标是什么？半个小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干嘛，东西太多了，你需要点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游戏一股脑的把近50个按钮塞到你的脑子里面，但这50个按钮都是千篇一律的，就是小红点亮了你就跑去点2下消了。背包得到了什么你也看不懂，也不需要看懂，反正跟着这个按钮指示走就行了。这样的游戏我之前也玩过，就那个小小蚁国和文字 QQ 农场，说实话玩起来大差不差。硬要说的话，游戏的目标就是想尽各种方法提升你的赚钱能力，这个赚钱能力其实就是战斗力了，你和别人比拼的就是
就是这个数值，也没有啥操作，就是你赚钱能力比别人高，你就能暴杀别人，收购人家的店铺。这些英雄卡牌什么的，虽然看着技能超多，还能加个灵宠附带技能啥的，但这游戏连个战斗画面都没有，直接就是比拼战斗力。所以游戏里所有的技能都是加战斗力的。游戏当然不止这一种玩法了，还有泡妞玩法，就里面有各种妹子，你可以去像广告那样刷好感度攻略。解锁妹子并不是抽卡解锁，而是需要你一直去玩这个游戏，然后达成各种条件解锁。只不过大部分妹子的解锁条件就是叫你充钱，要么是活动充钱解锁，要么是直接充钱解锁。那攻略妹子的过程有趣吗？比如说有故事模式那样，或者各种小游戏？没有，就是跟那个电竞经理一样，使送东西就有好感度，简称不需要付出感情，有钱就行了。游戏还有个徒弟系统，这个徒弟系统更是无聊。一开始送你这个下血徒弟，你要培养他，甚至唯一有互动的挑礼物部分都省去了，直接就是点他就行了。这个活力代表了你能点他多少下，把上面的技术条点满就结束了，他就成年，然后出去打工，然后就没了。你看我这徒弟特别喜欢针线，长大了也整天捧着个织布到处玩，那我也不清楚这是不是织布，反正就是刺绣这样的东西吧。我想着成年了应该会找个有关于织布的工作吧，结果呢，这游戏格呢，下雪虽然瘦弱，但是很有力气，长大之后跑去当矿工了。不是，这怎么就跑去当矿工了呢？这不应该是当纺织工或者卖衣服绸缎的吗？神他妈矿工！那我养这个徒弟又没有互动，又没有什么故事线的，只有无脑的点他，这个过程有多无聊啊！尼玛就跟他一直点，是有一键培养的按钮，但是要经典 VIP5。最后这徒弟系统也是经典随机给你个结局，在这之外，游戏的可玩性几乎就等于是0了。有时候零零散散的会让你去玩一些小游戏，但都很无聊，什么连连看、脑血栓拉闸、猜谜，部分小游戏你都可以冲到 VIP5 直接跳过拿奖励的。但问题是跳过了这些，那这游戏不就是纯点按钮了吗？所以我才说我玩了半个小时都不知道自己是在玩什么。就这游戏到底是在玩什么呢？全程就跟着这个按钮搁那点。现在人们快节奏的生活对于游戏的要求已经退化到这种地步了吗？就不需要动脑，不用你操作，就点它叫你点的按钮就可以了。想要跳过那些动脑子的小游戏，充 VIP 就好了。那我到底是在玩什么呢？不会真的有人往这游戏里面充钱吧？那反正你们让我品鉴了，叫我大掌柜，我给你们品鉴了，实在是无聊至极。可能就是说，叫我大掌柜在小小蚁国的上面一点，但是在那个王厂长的致富之路下面一些，和这个分支卷轴是同一水平的，这是我能给出的评价了。那如果大伙想玩这个叫我大掌柜的，可以参考一下我这期视频。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给点关注，我还持续跟更多搞笑主张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李虎，我们下期见。还记得前2年有段时间有那么一款盗版游戏，它在我的首页上刷屏了。它在所有盗版游戏中可以说是最嚣张的，因为它把当年几乎所有热门的动漫人物都盗了，甚至连一些热门游戏人物也盗了。这么嚣张的游戏，理所应当没几天就被下架了。直到最近我刷到了这个视频，我发现他打复活赛居然打赢了，511抽，一发入魂。我记得上次贼黑，那这次我开始欧了，这个黑蛋子号开始欧了。这是什么？难道刚才我的这个一番发言感动了大伟哥？这什么？这是开了吗？这是我大哥，原来感情牌有用。哎呀，放心了，这槽点都快溢出来了，什么跟什么啊？你这广告有自己的东西吧？抽卡动画是抠的米家的，人物是各种动漫的，配音还是鬼叔的，游戏名不知道的以为是 FPS 游戏，繁线狙击。那你懂我的，2年前没有品鉴到这破盗版游戏，今年不得给我玩一次看看？开始游戏！我操，这不是无职的 Rocky 吗？公告是讲这游戏滚复玩法滚不起来，直接合区了，可还行？我天，这我名字香吗？活动送签都已经开始了。OK， 游戏还有配音的，感觉不像是 AI 配音 ，AI 配的没那么垃圾。家の英雄と契約を結び、彼らの力を借りて、この体力で生きることができる。哦，我是这个2逼啊，上来就要打黑木凯，这什么古早动画也要抠。这就是游戏画面了，你还能要求更多吗？那这还没开打呢，现在不知道从哪个角度跳出来了，咔叽一刀秒了黑木凯。那这场战斗和我有什么关系吗？出去抽卡抽出了个天女兽，下一站逆天战力崩坏，直接暴打古玩，更有 C 把大战绿巨人，例会是超蓝悟吉塔，模型是超山悟空大战手腕先锋和善。话说你的系统让人有完没完啊？什么时候轮到我自己动啊 ？OK， 终于轮到我自己动了，咱们先把小红点都点了，去抽个卡。
抽到了雷姆，我觉得很奇怪，很多角色那种名字例会一点都不带改的，但又有很多角色是稍微改了点例会和名字，你在怕什么呢？要到就到的彻底点好不好？别让大伙瞧不起你。当然，游戏也是有经典彩头玩法的。竞技场，搞笑的是，我玩过的所有游戏，竞技场第一把他一定会让你赢，就必定派一个垃圾人机给你打。而这游戏是强制让你输，就我明明有5个人，这竞技场逼得我只剩2个，给人家人机血虐，而且这还不能跳过战斗，我只是看着自己被虐，虐完出去上人再打回来。后面我抽到了夏娜，抽到后把资源全给夏娜了，游戏的体验就变成了这样。真的烂的没边了。当我在里面点了不知道多少次下一关，听了不知道多少次夏娜那一句台词，切出去一看，哦吼，这画面已经脏到我点不完了，哪来这么多小红点和冲刺按钮啊？这我点1个小时点得完吗？答案是点不完的，我已经把能点的都点了，很多就单纯亮着这充值按钮，估计要你充钱了才会香。除了点小红点外，游戏的玩法我也不想过多赘述了，反正你们懂的，老三样，经典换皮加卡牌养生，然后彩头，一点有创意的玩法都没有。不过也是，你说一个纯靠超和换皮的盗版能有啥创意啊？唯一一个有创意的地方就是把大伙耳熟的那些角色瞎改了，要么改名字，要么改点颜色。这什么马里奥版陈太郎被须佐能乎夺走了佐助，罗赫斯没想好名字取的不是很好的卡洛特，出生于埃及的破坏神，甚至连初音未来都有。还有一个我觉得最有創意的角色，你们看那个天使兽，你们看看他这张脸，猜猜他的配音是什么样的？想好了吗？お前の暗黒の力消し去ってくれる。反正肯定不是你们脑中第一时间想到的。这游戏的创意就好像别的盗版游戏都是让你吃答辩，这游戏让你用吸管吃一样，真垃圾呀！怎么会有这么烂的游戏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我反正是已经举报了。要知道我对烂游戏的容忍度异常之高，它能烂到我想举报它让它下架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太烂了。纯的盗版排版都不配上，不过能上的话，它怎么说也是个半部真神级。那么我想这是本期视频的全内容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3关注啊，视频跟更多搞笑图画视频。然后家人们，我是令武，我们下期见。曾几何时，我特别喜欢玩方舟4人计划，那我特别多虚假宣传的生存抓宠物游戏，其中有那么一个吸引到了我的目光，就是这个。迷失蔚蓝这游戏我听有些粉丝说挺好玩的，玩起来跟方舟似的，那我赶紧也来玩。我一看这宣传片就已经想开始讲优美的话语了，不是，这他们的劣质 CG 一眼假，人手上还爬着玉骨蜘蛛呢，什么情况啊？还有哪个人才想着我们 B 站自己的粪作猎人啊这个称号？那作为咱们 B 站自己的粪作猎人，这么让我现在来好好体验一番。开始游戏。我去，这游戏居然没有滚服玩法，只有30个服务器嘛？当然大概率是因为压根没人玩，直接去衣服吧。这来一段非常紧张刺激的过场 CG， 飞机失事，大伙都掉到了这个孤岛里。可以选人种啊，有黄种人、白人、黑人可以选。那为了纪念某位劳姓男子，咱们选黑人吧。现实中发生惨剧，就让我在游戏里拯救。我操！你这游戏画面和宣传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反正咱们一学越乖，走过去打了个药就可以开始跑了。地上捡个椰子吃，再拿个船桨防身。那怎么还有蜥蜴呀？镜头一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船桨就没了啊！我的脚，快使用肘击，快！OK， 这就是战斗画面了，零打击感，纯看血条。这次入围没办法吃它肉，蜥蜴没掉东西。没走几步，这蜥蜴又来了，还带了一群小弟，然后这都是徒劳，可我就掉1-2滴血，我几下就给他们拍死了。哦，镜头一切，船桨又没了，难道说要使用肘击了吗？哦，没有啦，也没人来相救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拿这个没有瞄准镜的冲锋枪打出了狙击枪的效果。这个妹子带我们回了营地，要我们帮忙建营地，她要通电网，需要我们掩护，直接给了一把电锯。说实话，越玩越像传奇霸业。然后我锯了几下，电锯不见了，可能是试用期到了吧，还想用电锯就得交钱了。不过没事，妹子让我用她的枪了，几枪把这些垃圾蜥蜴解决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恐龙吗？啊！怎么在看 CG 的时候也能打我，还会喷火？但还是几枪给我做掉了。随后妹子修好了电网，另一头一模一样的恐龙刚刚碰到电网就歇菜了。不是我寻思你的电网就装一边啊，这边怎么不装？也没有门什么的，怪我走这边不就得了吗？
然后我的枪也被没收了，现在我的西装被啃坏，全身上下什么都没有，船桨都没了。哦，我人物立绘的西装还在呢。现在妹子看我可怜，送了把死斧头，真的纯纯的原始了。那现在干嘛呢？跟着主线走呗。我操，这岛还真有恐龙啊，开始科幻起来了。怪不得尸体不会爆漏，而是爆血瓶。制作东西需要花时间，钻石可以加速。我已经能猜到游戏后面是个什么尿性了。OK， 我还学了个技能啊！盖伦来了，这还是孤岛求生吗？这恐龙我几下就抡死了，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去下一个地区看看。下个地区怪物没看到，先看到签到领沙鹰，还有各种充值礼包。清理了下小怪，拿到了个迅猛龙的蛋，还有宠物系统啊，也改了。接下来是什么？阵法还是神兵？哎，这还有别的玩家，我以为是个单机游戏呢，还能野外遇到别的玩家。那是不是游戏玩到后面地图随便 PVP， 看到架你就打？先让我把小红点都点了吧。OK， 点了会小红点啊，不如说是看了一圈充值页面，因为没有多少东西可以领，都需要你充钱。这领到了好几个箱子，本来想打开看看是什么，他们的箱子有了，没钥匙，钥匙要钻石买，这是个牛魔。还好我们一开始有点钻石，买了看看吧。开了一大堆垃圾，就这个弓箭看了还行，至少是个武器。哦，弓箭需要剑，我以为你这种传奇霸业一样的游戏会不需要的，是我太小看你了。那赶紧换回斧子吧，然后这游戏就开始卡了。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是有新的任务都会卡，因为下资源，那你不能一口气下完嘛。我现在每走一步都要下新的东西，本来就很答辩的游戏，现在更答辩了。那先让我下完玩会儿，看看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尿性。OK， 玩了2天啊，因为这迅猛龙蛋不是要付他们的12个小时吗？我第2天就上线去看了一下，又玩了会儿，给个结论。纯一坨，前面玩起来倒是没那么拉，就是一个画面一坨，玩法符合的传奇游戏一样。稍微后面点就开始恶心人了。先来说说游戏的玩法到底在玩什么？玩的是踩头，到游戏后期跟传奇差不多，抢 BOSS 打，所有人都比谁充的钱多，你充的多就踩我头，我充的多就踩你头。那你说这孤岛求生能玩出个什么花样啊？我的天赋更强一点吗？还是说拿了比较牛的枪 ？No， 我之前不是说游戏慢慢开始变得有点科幻了吗？不是科幻。是玄幻，首充送个小毛驴，再充个68，直接变成 V， 再充个198，你变成 V 的同时骑霸王龙，小毛驴就喂给霸王龙吃。点开公屏克朗门的装备一看，不知道的以为我是在玩 QQ 飞车呢，什么翅膀走路都在特效的，氪了不知道多少钱。这游戏理所应当也有抽卡系统，但是今年抽4块，还只有 0.04% 的概率抽出高级4块，宠物全是各种怪物和外星人，坐骑各种神兽，什么凤凰、天马、麒麟，甚至还有飞碟。抽卡系统还分好几种玩法，弹球玩法也有，只不过更氪，抽一次要10块钱，礼包还限量，买完了只能30块钱一抽，纯纯的氪金无底洞。就这你还孤岛求什么生啊？你可放过孤岛吧，直接去玩宇宙求生好了。玩一会儿，这游戏还送了我一只新肉宠物，就这个猩猩，穿的装备和武器都比我好多了，我才是那个猩猩。他2喷子就把恐龙解决了，战斗就是纯拼数值，没有啥走位可言，因为有时候你明明走得远远的了，3S 一样打到你身上。游戏玩到后面，建个建筑要整巨多时间，啥东西都需要用到钻石啊，钻石加速，材料少了钻石买，纯纯的答辩游戏，还孤岛求生呢。我看是孤岛氪金传奇还差不多。如果我这游戏排个名的话，它在我答辩排行榜中飙升至地仙级。的确答辩，但还不够答辩到能与小小一波齐名。那我想这是本期的全内容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个关注啊，直接跟更多搞笑游戏视频。大家们，我是李虎，我们下期见。还记得我之前吐槽的各种微信小程序游戏吗？之前去一家看到小孩有玩一个很逆天的游戏，就这个机甲奥特曼。奥特曼的名字完完全全不改，还各种充钱礼包，这让我以为这只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盗版奥特曼游戏时，我百度了一下。这游戏居然是正版授权的奥特曼手游，还有高手，并且奥特曼集结出来是铺天盖地的宣传与谩骂，网络上关于机甲奥特曼手游的信息可以说是屈指可数。那么这款隐藏在微信小程序的正版授权奥特曼手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作为游戏的品鉴员，这么让我好好品鉴一番。看游戏，再来没跟我废话，泽塔奥特曼震撼降临，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还在泽塔那会儿呢。我操！这还没开始游戏，我就已经被这脏的要死的屏幕快劝退了。这真是正版吗？UI 怎么跟个莫名其妙广告线下的盗版游戏一样啊？还有剧情啊！突破赛罗口中得知，关注会被黑暗能量侵蚀啊，很多奥特曼都变成了邪恶奥特曼，然后我们就要去把他们全都打爆。怎么打爆呢？抽卡呗。这赛罗怎么才 N 卡？感觉卡片阶级排序怪怪的。无所谓了，先跟着教程开一把吧。这就有些画面了嘛，稍微有点简陋呢，看着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我们这一拳一脚模型还没事消失一下，小怪就被解决了。
哦，贝利亚登场了，这打得过吗？哦，我们还有技能啊！来吧，吃我一套不解释连招！我去，贝利亚直接被乱轰炸死了，奖励我们再开一次包。这怎么佩丹、尼姆、杰顿也在包里面啊？泽塔之后我就没有看奥特曼了，是后面出了杰顿奥特曼了吗？这是我去，有金卡！赛罗奥特曼，你刚刚不是 N 卡吗？怎么摇身一变 SSR 了？这游戏难道不能多好几个奥特曼吗？开来开去就那么几个，只是图片有所不同，然后改个阶级，然后抽到这些奥特曼卡可以去卡车中升级，5个一样的可以升星这样，但想再升星就要6个、7个、8个一样的。话说你这礼包弹的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各种从 TV 剧中抠出来的台词，然后狂弹礼包。哇，那个去，这小红点未免也太多了吧！各种弹窗和各种文锤奖励，全是叫你看广告。还好的是广告只有15秒。OK， 看了好多广告啊，领了点东西，咱们再去抽个卡。哦，这卡池有他们6个池子啊！最猛的至尊版还只能花钱抽，钻石都抽不了，必出 UR。最垃圾的池子看广告就能抽，全是垃圾小卡片。话说这最强王者是个啥？点也点不动，是什么忘记删了的图标吗？先不管了，去他主线吧。这什么？观看视频即可获取 HR 卡赛罗无限形态。我操，这不得看一下？好，看完了。看一次才加这么点进度条啊！我去，这得看到猴年马月啊！没事，我看完了。不仅如此，这赛罗无限形态不愧是无限形态，居然可以无限获取。你可以一直看广告，从头开始领，再领一遍。还是算了吧，这广告再看下去，视频都该结束了。直接开一把看看。赛罗一上来就打击了一下自己，说敌人很强，这无限形态太垃圾了，得靠广告出赛迦来打敌人。好，我又看了一个广告，赛迦出来了，一拳一个小朋友，最终 BOSS 是赛罗，两脚就踹死了。这什么？分享领好礼，感谢帮助奥特英雄击败怪兽，快来分享你的战斗过程领奖励。这放起来得是狠心放弃，那我分享行了吧？哦，点了分享没效果，不知道干嘛。我操，这返回按钮怎么变成了看广告双倍领取了？差点就点到了，先把下面勾挑掉再点就行了。那先让我捣鼓捣鼓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事儿。OK， 玩了1个多小时啊，我们现在说说结论。这结论是一个疑问句，这游戏到底是不是正版啊？怎么玩怎么不像？百度又说是，为什么说像是盗版呢？游戏的粗糙程度甚至不如同人作品。游戏的玩法有2种吧，一种就是打主线，你选个喜欢的奥特曼，然后点自动战斗，奥特曼就开始自己动，打倒老3样。第一样是在地上走的机械怪，第2样是在天上飞的眼睛怪，最后掉下个随机的奥特曼。不过这些怪的速度都巨低，你2拳基本都能干死。对比于所有玩过的抽卡游戏，这游戏的怪素质低到没有天理，加上你外面抽卡很容易抽到很强的奥特曼，所以战斗随便过。不过你换个角度想，这不就意味着游戏很良心吗？你看吧，大伙平时玩什么手游，不是抱怨各种卡关，抱怨抽不到角色，抽卡丝毫难获取，要那么多抽出来保底，这游戏全部解决了。无论你想干什么，你看广告就完事儿了。想要钻石，看广告，一个广告100钻石，无限看，你想看几个就看几个。不仅如此，看广告还随便说 UR 什么 SSR 啥的，我也不知道这游戏到底有几个 R， 反正品阶特别多，这什么 HR、LGR 都出来了，我都不知道还有个 LGR， 你干脆 LED 灯 R 算了。不过每个奥特曼居然都有独立的技能组，不是换皮加数值。有些奥特曼你甚至能看到他放出 TV 剧的技能，不是什么免费素材。所以如果你把这游戏当成那种收集项的，还真能玩，就是看广告抽卡，然后收集里面的奥特曼卡片。游戏也没有什么养成玩法，没有装备系统，也没有什么升级，就一个同样的奥特曼卡数量达标就升星，然后解锁奥特曼的技能。除去部分卡死 bug 和人物突然莫名其妙跑出地图 bug 以外，作为一款盗版游戏的话，那的确还不错。但大伙别忘记了，这是个正版游戏啊！我操，玩了半天盗版游戏一样的体验，这原来是个正版游戏，那就不一样了，纯纯的答辩啊！美观都是无脑加一点点数值的老3样，奥特曼技能无论多炫也没啥效果可言，就是换了个特效的伤害数值，甭管你攻击的时候在天上飞还是直接消失，敌人一样都能打到你，包括那些 BOSS 也是一样。游戏的玩法与其说是收集，不如说是看广告拿图片。我为了不直接去百度个什么奥特曼高清图截图了放文件夹得了，剧情也是等于没有，纯纯的答辩。如果要我给这款机甲奥特曼排个名的话，他们答辩排行榜中排到中4级，毕竟是正版的嘛，还是能上排行榜的。那么像这是本期的别喜欢内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上方做持续更多搞笑的图文视频。那这样吧，我是65，我们下期见。